来了来了，朋友们！有人开启了你的密语信箱，是谁？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回忆一下，你当时有哪个女生不见了呗？悬，哇，这会儿好像在破案呢。悬疑了。是谁？谁呀？谁呀？我们以为你去坐小火车了。这小火车你们看不到啊？哇哦！你的秘密即将会被知道，等着被邀约吧，你的那个小钥匙。不，是谁？是谁？我觉得有点不像是多多。这不是多多，他有没有可能是演员啊？我只能说，我希望是多多。快告诉我谁？应该是圆圆啊。Hello， 陈哥。哦。哎。等到了。哦。啊！是圆圆。Hello， 陈哥。哇哦！你看，他是直接从北京回来，第一件事情就做的这个。哦。这就要看乐神到底对他是什么感受了。我去看你，那可是开了我东西。给他看了。哇哦！哦。哎呦！天。哦哟！叫啥呀？天到了。这很好玩。你有没有猜到可能是我？没有，因为我最晚回来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了啥。但是你就是别人跟你说你那个被开了，你就完全没有猜到吗？大概能猜到，这么明显的吗？大概能猜到。哎呀，我好，来了。哦，要坐小火车了。哇，这真的。说实话，这可真不是小火车呀。哇，哇哦，这么大。我喜欢这个，我也喜欢这个。我怎么感觉好像回到那个什么哈利波特的那个火车站？变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光，属于他们两个的时光。这个真蛮浪漫的。是这样。哇，这个也好厉害啊！有氛围。你要坐哪边？走这儿，有垫子。这个当时我想了好久，我要问什么。我当时也写了很久。
这是什么？对方的5个问题是不是？哦，发车喽！没想到跟你聊场天真难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很难？小屋里人太多了呀，哎呦，而且我会觉得，如果我不去拿这个卡，我可能在小屋里都跟你聊不上天。这一句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。哇，讲得好。啊，这样吗？我本来其实也不是很敢的。你已经很敢了，我觉得你好几次已经很敢了，你太敢了，太敢了。好喜欢勇敢的人啊！因为前几次我都觉得你好像就很冲动，就是很冲动的人。我确实是一个很冲动，但是我其实，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儿。理想型的画像，其实这个东西我之前有考虑过，我进小屋之前就想过，我可能可以说一些比较，就是在见到理想型之前，我可以说一些比较具象的点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这个点。但是当你真正遇到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你之前预设的那些点，它可能完全跟之前的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给对方设这个标准其实是一种很无理的要求，而且我也不希望预设，因为我一直以来我的一个信条是说，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我就觉得这个人，如果说他真的某一天突然出现了，他其实什么样我也不会很在乎。哇！而且你俩相处的怎样，适不适合，只有你俩知道。就是我完全不会是为了那种适配去凑合的那种。就真的还是得找一个你心里觉得是你能够一直爱下去的那个。所以你不是那种冲动型，那别人的冲动会给你带来压力。哇，这问的很好，真好。对，那别人的冲动会给你带来压力。不太会，我觉得，但是也看吧，就是看事情，就好像我不过生日这件事情一样，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想要的都拿不到，所以我后来就不要了。那我给你那个北大的那个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我就真的只是那个什么，顺带了一下。突然你给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那天的那个画面，我就觉得，我都正好是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对我听到了，然后就正好回北京嘛，就给你带一个。会有负担的。你不要，那你还给我。哎呀，别，我返给你个其他的好，返给你个其他的好。哎呦，会聊啊，要回礼了。那回来这几件事都是为了乐晨，全是。又是烤鸭，又是秀辉。那这个呢？你经历的最好和最坏的事，或者说，其实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事情。我觉得应该是我成人礼的时候。其实当时他有一个环节，就是要父母给自己的孩子要带一些成人的礼物。当时我跟我爸其实闹了很大的矛盾。但他还是来了。他来了，但是他没有找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在
会场的最后面看着，然后就是他们当天没有给我礼物，他是后来等到我们关系稍微缓和一点了，然后到后来这个项链我一直戴着。啊，就是这个。对。哦。因为我和我爸的性格都非常像，都是那种就是很倔，就是不愿意低头。对，不愿意低头的那种。是，但是你也要理解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可能比较爱面子。他很会安慰人。好好呀。你呢？最好和最坏的事情？对于我来说，就是记忆深刻的几个印象，就是说，第一是我考上大学的时候。你是有多想考上大学？哎呀！其实进了学校之后，我发现，哎，好像我的人生有一点改变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又加入了国护队嘛，去参加那个社团之后，我就感觉原来我也可以变得自信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心态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。哎，你为什么之前会是一个很自卑的人？他应该是有创伤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自卑？因为你跟别人聊天就很放得开，然后聊的话题就是也能自己找话题，说也能说的很多，除了第一天一直在抠杯子。记得这么牢。你就按狮子座这种标签来说，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开朗大方，而且一个善于言谈的人吧。但是生活中我确实说话很少，因为家庭的原因，就是我爸妈经常在家里都不说话，就我家里是死气沉沉的那个。认同，我们家也是那种冷冷的，就是我爸妈离婚了。然后，我爸是那种对我特别严厉的人，所以我特别会察言观色。其实两个都是有点创伤的人，他们都需要浓郁的爱。你知道我现在看你感觉好像是什么？其实你内心是有无数种冲动，但是好像就是被那个东西罩起来压住了，对。然后你现在只是留了一些空隙让它长出来，但是并没有完全长出来。对，我朋友就说，其实跟我聊天就会发现我其实很像一个刺猬，就是把自己保护的，就是内里柔软的部分保护的很好，然后把外面很多的刺释放出来。但是实际上跟我真的熟了之后发现，其实我还是一个就是内心特别需要别人能够一眼看破，然后直接过来找到我难过的点，然后来安慰我的人。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很难。别机会了，总会有一个人看破你浓颜掩饰下的脆弱。你好，治愈彼此。怎么办？你说这么搞笑啊？真是的。我从他们的就是聊天的内容来讲呢，我是觉得他们其实都是在情感上或者家庭可能是破碎啊，或者是有一点小小的创伤的，就是需要更加浓郁的爱给到他们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有时候他们遇到另外一个是互补的会比较好？我认为互补会好一些，因为他们太像。
对，但我觉得其实他们的状态是又很相似，但是又有互补的感觉在里面的。对。但是他们刚才说话最打动我的，其实是最后就是那个乐成说他眼中的卢远，然后卢远表达了认同。我觉得那一刻卢远被看到了，就是人和人之间这种互相看到了的那种体验，我觉得还是蛮珍贵的。你会觉得你跟这个人真正认识过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面其实都希望、都渴望被看见。对，所以在这个夜晚，他们之间是真正有连接发生的。两个人之间一旦有连接发生，就变成了彼此特别的人。哦，一旦连接发生，就是特别的人。对，就像小王子和他的狐狸，而且他们是彼此的小王子，也是彼此的小狐狸。而这个火车真的就是往他们内心里去开了。我很喜欢两个人能够有像这样，你知道，就是没有别人，然后很独立的空间。有时候大家聊的话题是比较能够真的走到彼此内心世界，跟了解彼此。而且我特别喜欢他这个5个核心问题这个设计。就是他给了2个人沟通的一个抓手，我觉得特别有效率。能在这个阶段碰一碰大家在核心问题上能不能合适或认同，我觉得很关键。这个就是快速的拉近了彼此的这个时间距离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个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前最在意的问题是什么？最在意。这题太难了，是吧？是。只选一个的话，我觉得得慎重考虑，因为太多了。哦不，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敞开说。一看我说他是100条。你有100个问题，我会很好奇，想要知道他的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和他家里人的关系，然后我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你相处。然后第2条，他和异性朋友的边界感，他有没有特别要好的异性朋友，且他会怎么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？因为我很容易吃醋，我小心眼。对，我理解，我也小心眼。那就是我希望他能够接受现在我的所有，不要让我改变。那你会想改变他吗？我觉得我不太会，就是因为现在的他才让我着迷，我才会喜欢。他要是全都变得跟 AI 就跟复制粘贴的一样，我就觉得就没有意思了。我就希望他跟我既一样又很不一样，有探索性，就我觉得会很爆惊喜。哎呦，瞧瞧，到底让我看看以后你男朋友是谁？我也是想看。我特别在意的是笑点，就这个笑点，就是说不是说非得要对方很幽默，但是他得能 get 到这个幽默点，就你的包袱得响。我包袱得响，我不想，我感觉我自己没价值，你这样。但我比较在意的就是在矛盾出现的时候，他会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，这个是我想了解的。很重要。我最核心的一个问题，我希望他是独立的，因为我觉得独立是基础。就是如果他的精神或者是经济依附于什么东西的话，我觉得那个相处起来会有很多的问题。是，我觉得乐观吧，就是乐观的人，他会有一种能量。当你是乐观，然后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用一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的时候，其实你不自觉你在影响你的环境，你周遭的每一个人。对，就是我也喜欢乐观的人，是因为像梦辰，他就是一个永远有解题方法的人。那未来的路不管多崎岖，不管多难走，我觉得我们也不怕，因为任何的难题，只要我们2个在一起，它都不是事儿。那这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周的全部的心动故事了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一周心动的信号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吧。茉莉开就是心动的信号。本节目由花清香茶欣味的康师傅茉莉茶冠名播出。我们每周4 12点真人秀加更，解锁更多心动线索。每周5、周6 12点陪你看心动，心动家族跨季联动，陪你磕个够。上腾讯视频草场地一键 get 嘉宾同款心动周边。各位，我们下周再见喽。